Interesting 你还年轻，这个年轻赶紧习惯一下这边的方式。哇，我这好厉害呀！觉得哇，我们难道终于要跟大北京接轨了吗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，我是 Elaine。Gloria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们给大家讲一讲我们学车的那些事，这些经验之谈。如果你在国内没有驾照，是来这边开始学车的话，你要先考的一个叫 L 牌 Learner， 要去考笔试，一些道路交通法规什么的。你在网上搜索 ICBC 官网，它有好多那种练习题，一共加起来有几百道吧，你就把它从头到尾做一遍，不会的题标出来，反复的记一记就可以了。去考试的时候，80%-90%都是原题，大家也都不用紧张啊。Elaine已经考过2次了。2次 L 牌持有者，又不是因为Elaine第一次没有考过啊。我呢，就是因为考了1次之后，要在2年内把它考成 N 牌。N 牌没有考过，但是 L 牌过期了，所以我要重新去考了1次。L 牌考过之后，你在2年内需要把你的 N 牌考过。N 牌算是一个第2阶新手牌吧。考 N 牌之前，你要慢慢的去找教练来练车。一般教练都从哪里找呢？一种途径我们就是听人介绍，你的朋友啊，谁学过车，觉得这个教练教的比较好，比较负责，推荐给你。假如你刚来，你就可以上什么 One People One Sky 呀，或者各种微信群里，很多不同的老师负责不同的地区，可以先加上他问一问价格呀和时长，一般都是1个小时起，1个半到2个小时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每一次的学车时间。价格我觉得60到80都有吧。对，我上过2-3个教练的课，找到了一个广东的老爷爷，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负责的一个老师。我给你清晰的标出每一节课你哪里犯了错，他自己有个本儿，结束了以后他会给我画图，就画出来说你这个路口是怎么了。哪里不好？哦，天哪！哦，我当时的教练好好。后来听Elaine说过以后，发现哦，原来我找的教练有这么认真负责啊！教练真的好好呀！就那个老师，我真的想说，他只是带我在路上开，但问题是他也不告诉我这是考试的路线。然后以为觉得那片人少，然后他带我在那儿练练。他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告诉我说啊，这个是考试的要领，你要考这几点，然后这条道就是考试的路线，你到时候就会发生在这里。我的老师他会告诉你有10几条考试路线，有几个难点的地方，带你多走几次，就是你小心不要 fail 在这里，然后或者就是最近常考的哪几条路线会告诉你，然后带着你去走。我当时第一个那个老师我就什么也不懂，然后我就换了一个老师，他这个事情也发生了一个乌龙，你知道，就体现出第一个那个老师有多么的不负责任。考试前一天我就在跟我男朋友聊天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啊，你考试的时候还会考你就是打那个车打左灯打右灯手什么这些手势。我说啊，我不知道呀。你第一个老师都没有教你是吗？出门的时候你要看后面，没有，他都会考，就没有，就是最基本的。好想把它写出来，拉入黑名单啊！就是大家不要踩雷这个教练。然后我第2个老师看我已经上手会开了，就以为我是知道这些的，但是我真的是在考试的前一天跟我男朋友聊天，然后我男朋友提醒我，然后我才扫了这个盲区。Interesting 我男朋友他是在国内考完驾照之后去翻译了一下，公证翻译，然后平常你上路的时候就带着你的国内驾照和他的翻译证就可以了。国内驾照的使用期限是在你的学签，如果你的学签到期了之后，你要去考。他要考 L， 但是不需要考 N， 然后可以直接的去考最后的一个5级牌，就比我们会省去很多时间。个人还是非常推荐你们来了这边以后，马上的换成加拿大这边的国际5级驾照。是这几年 ICBC 对于国际留学生的车保非常贵，就越来越贵了。考试一般都挺难约的嘛，如果自己约，要不约到很后边，要不然每天都去刷，看有没有人退嘛，看能不能报上。但是我之前的教练都会跟 ICBC 认识，每次都会先预定一些考位，然后再可能几10块钱卖给你的考生，如果他想加急的话。说到这个考试的用车，因为平时练都是拿教练的车练，作为新手，你唯一熟悉的就是教练的这辆非常不起眼平凡的小车。所以你考试的时候，我还是建议大家就开这辆车。另一个好处是它的副驾上都有刹车，这样给你考试的考官就会心里面比较有安全感。因为我第1次考试就被踩了刹车，就是这么fail的。千万不要让考官用到这项技能，但是有的话考官他自己会感觉安全感。我妈国内老司机嘛，国内的一些开车的习惯大家都懂，这很不一样啦。考过好几次，让他fail的原因都是他逆行过。前面有一个标牌，这条道只能右转，可能也没看到，然后就又接着往前冲了。然后就国内老司机考，一会儿这次忘了这个，然后下一次忘了那个。你还年轻，这个年轻赶紧习惯一下这边的方式。完全新的学生比老司机好考很多，更有一些国内的老司机就是自信，过于自信，就该说什么我不听，我也不用练，我还去考，我这么多年车了，我考不过一个驾照。
让我们用这期视频给以类立下一个 flag， 加油，看好你哦！所有的粉丝都在支持你哦！大家打，让以类学车考车加油！我的那个保险经纪他不是特别负责任，有一些该给你的 discount 什么的，他就没给。哦，我们之前就是碰到过，新换的这个保险经纪还可以，他有认真的就是给我们评估，然后会想办法说我们能这个地方能不能省点钱，然后这个到底需不需要。ICBC 是一个垄断行业，垄断着全 BC 省，但是还一直在亏钱的一个神奇的公司。说到保险了嘛，如果你在路上出了有一些小的事故啊什么的，建议能私下和解就私下和解了，不要走 ICBC， 不管是对方还是你的责任，因为都会影响到你们下一年的保费。如果是别人的责任，你的保费可能面临着不会降；如果是你的责任，你的保费就会增。对，报了 ICBC 去修车的那个价格都是你普通修车的恨不得10倍，然后修车的价钱也会直接的影响到你的保费。刚上大学的时候，身边的这种朋友好像更多，老是动不动就被吊销驾照跺脚。好多，真的我有好多同学，对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好像大家都学乖了一点。哎，不过我最近开车，我发现 Apple 的地图导航上，它也会跟你说前方有测速摄像头，然后请注意。虽然是在北京10几年前就有的东西吧，但是我在这边我还是惊叹了一遍。哇，我这好厉害呀！觉得哇，我们难道终于要跟大北京接轨了吗？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啦！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们，千万不要忘记去点击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点赞。然后在视频的结尾，让我们在一起预祝以类考试成功！谢谢大家，一定会加油的！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！下次再见，拜拜！比心。首先感谢一下，这条视频是由 Sega 赞助给我们的，所以我们今天会给大家抽奖。他们这次寄过来的这个产品是大的这种花瓶了，这个我真的还挺喜欢的。我当时拆开一看，我就觉得哇，它就是好有质感，有没有？所以我们这一期就准备给大家抽奖一个，可以推荐1种到2种你觉得最能带给你温暖的小物品。然后我们会在这些留言里面随机的抽取1名幸运观众，给大家看看我们决定怎么使用一下这个花瓶，做一个小小的示范。可薇啊，之前家里买过这种小灯，就是专门放在花瓶啊或者这种玻璃的制品里面。哎，要不要把那个就是灭一下？哎，我给你们把我们打光这个呀。被发现了啊！哎，真的好漂亮啊！我觉得这小灯还挺好看，也挺便宜的。再放上，对，你放在桌上，放在你的床头柜，对啊，我觉得太放在你漂亮了。一进门的那个进门的台子上面，就很浪漫了。